好，马上来关注一下伊朗总统这个坠机过世的消息哦。现在他们伊朗全国哀悼5天，那民众也是集体涌出，他们非常的悲痛啊。那有些人呢，就是直接上了街头，表达对于这个等于说对于总统莱西的一个缅怀啊。那还有这个伊朗的驻华大使馆也是降半旗。那现在目前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是宣布全国哀悼5天。现在要该谁来赶快替补这个位置呢？就由伊朗的第一副总统啊来紧急召开内阁会议。那同时之间，他们也在这个总统的座椅上面盖上了这个黑布，表达了哀悼致意。当然，对于这个伊朗来说，这样的一个消息哦，真的是引发了伊朗本身国内的这样子的一个震惊哦。那当然。他们要希望赶快这个政局也可以因此不要受到这个事件影响，赶紧稳定下来。那依据伊朗的宪法哦，如果总统丧命或者失能，要在50天内举行新的选举。那这段期间呢，就由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来暂代总统的职务。那这个消息其实也是震惊全球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是特别致电。给这个伊朗方面他们就是表达发文悼念。那他也想说，这个伊朗总统的逝世是一个悲剧，也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特别是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是十分好的哟，所以当然他就觉得说，好像是等于对于中国来说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一般。那巴基斯坦的总理呢，同样也是表达震惊跟哀悼，还有印度的总理莫迪同样也是说，深感悲痛，也希望这个莱西的家人、伊朗人民能够就是在这个悲伤的时刻，印度我们是跟你站在一起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伊朗也组成了最高级别的调查小组，现在就是要赶快查明到底原因是什么呢？究竟是因为这个直升机太过老旧，然后零件缺乏，所以它现在这个本身的这个机械问题，还是会有什么阴谋论的原因呢？他们现在正在对于这个事故展开调查。那土耳其的搜救队讲说，它失事原因可能是没有伪装，或者是关闭了讯号系统。那再来看看。这个时间点其实因为沙伊在中国大陆的主导之下，去年他们是和解了嘛，美国是不是颜面无光在这个莱西逝世的消息出来之后，你发现很多的美国的媒体，甚至是欧洲的媒体，开始是不是在释放一些这种讯号，见缝插针嘛？你看他就说，莱西其实生前有处死很多的这种异议人士所以其实德黑兰民众还有一些人是很开心在放烟火的，还要讲这种消息，还说伊朗总统遇难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就是这个接下来呢，原本被视为最高领袖可能的接班人嘛，本来莱西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他是以血腥著称，所以他专门处决这种政治犯委员会的一些成员。CNN 就报道说，这代表着伊朗的高层内斗已经展开了。那他讲说，这个莱西的逝世将一定程度的干扰后哈米尼时代的政治布局包含培养一支什么结合技术官僚神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接班团队那也破坏了莱西本人成为哈米尼接班人的可能性，就代表说这是保守派跟改革派的内部斗争。那这样子的坠机事件，其实呢就有外媒讲接下来这个人选可能比较好这个副总统穆赫贝尔呢，他曾经访问过俄罗斯，而且同意提供俄罗斯武器那他本身的法学专业也帮助伊朗石油产业逃过了国际制裁，是不是？西方媒体开始就要对人家的现在目前的这个谁来接班，谁来什么，在品头论足一番呢？那再来我们看看美以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可疑？联合国的安理会也为莱西默哀，但是以色列的代表却认为，我们不会为莱西滴一滴眼泪那甚至这个以色列常驻联合国的代表讲说，可耻，安理会已经变成了世界和平的威胁，所以他们是站在这种质疑伊朗的这样的态度，我就觉得，这有什么好去默哀的以色列展现出来是如此那这个美国表达哀悼。白宫还讲补一句莱西双手沾满鲜血这是科比讲的。他说莱西支持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所以呢，他那个美国会继续追究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责任。那现在呢？
以色列是跳出来讲，昨天我们有讲说美国说，不是我们哦，现在是以色列也跳出来说，不是我们干的哦，所以看起来美国以色列当然大家是主要是怀疑说，这是不是跟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哦？那莱西的遗体现在传出来，5月23号要下葬。国务院的发言人米勒就讲说，伊朗政府要求我们提供援助，我方也确实向对方表示我们将提供援助，不过最终因为后勤问题，所以没有提供。那讲了半天哦，这个总统坠机，伊朗罕见向美国求援，结果美国还是拒绝的，现在阴谋论就四起。以色列竟然比起伊朗还先报道了这个消息哦，而且还说，有人这个记录到说，美国当时有一个 C-17这样子的一个飞机哦，在出事当天的清晨，突然从亚塞拜然飞离，所以这难道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吗？现在开始有一些阴谋论在网络上面也在讨论当中哦。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其实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两边都在放阴谋论。你要知道哈，为什么以色列跟美国一开始就要出来撇清？因为他的嫌疑，你有飞机在那边，而且你消息比人家还快，这当然人家会怀疑。那要撇清的目的是什么？各位要知道，我们看全世界几千年来的战争呢，民族战争是很激烈的，民族战争，所以种族不一样啊，这以色列就表现了嘛，屠杀啊。第二个是宗教战争，宗教的狂热也可以把战争变得很残酷，没完没了。我想你们都看过、听过 Holy War 啊，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回教国家的这个回打胜利，这个耶路撒冷都是圣战，圣战就不要命了，就是跟你拼了。那么偏偏又是伊朗是比不过以色列跟美国的科技啊，这个财力啊。那小国家，他前面对付以色列是用他控制的革命卫队，在外围打点飞弹啊，一个骚扰。这样的刺激的话，将来的恐怖分子活动可能我看是会增加很多。因为他没有办法领兵去打以色列，陆军也没办法去登陆，也不能够到美国去打仗，他这个活动一定会增加。所以这个问题啊，今天美国也在想淡化啊，你们是内部问题啊，内部发生斗争，所以把它干掉。但是我们从这个军事上角度来看呢，这个老旧飞机在雾里面不用仪表飞行撞山的可能性还比较大。你看我们当年于豪章不就是这个状况吗？前一阵的参谋总长摘掉了，也是这个状况。因为飞机老旧啊，当你越过山脉的时候，你的浮旋能力就有限，可能过不去。你有仪表飞行的话，还可以导航找一个山谷啊、隘地啊过去。那这个问题，飞机老旧，可能驾驶员于豪章那个事情就是驾驶员的训练不成熟，不敢用仪表飞行。所以这个是可能性蛮大。但是各位又想到联想，当初德国的这个北溪2号被炸，对，谁都不相信是自己人做的，那后来就说美国也借了很多手法，是外国的游艇在那边搞，对，因为那个北溪的管线不是你2个手榴弹、几十磅炸药就能炸的，所以这个问题啊，阴谋论还会发展，但是伊朗的情绪会起来，所以我可以预期未来的恐怖活动会增加。第一个担心的是法国，马上奥运，这是一个很好的广播电台，一出事全世界看，所以这个问题啊，不是好现象。所以这个世界大战这混乱的局面，今天已经看到一个端倪了，火头到处起嘛，对不对？何况伊朗也是一个火头之一。好，来请教介老师。其实这个世界上现在有感觉越来越不平静的而且这些发生这些意外啊，还有这些暗杀啊，这些都发生在一些比较敏感的国家身上。对，比如说斯洛伐克的这个总理遇刺那各种不同的说法，对于那个凶手的背景光西方媒体传出来2种完全相反。一个是说他是比较亲俄国的。就是说他对于那个总理的这个对这个俄乌战争的
这个怎么讲？对于的政策他不觉得他觉得不满意。你想想看，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因为他亲俄，这个总理的这个亲俄所以他反俄，所以他被这个被暗杀。另外一个说法正好相反，就觉得他这个总理太亲俄了，所以要怎么讲？要把他怎么样？这都是西方媒体爆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所有事件的解释权所以我们就讲这个话语权解释权现在西方占了很大优势。可是呢，不论如何的话，要争论这个总理的作为的话，他是亲俄的，他不是反俄的，因为斯洛伐克是第一个欧盟国家公开宣布我不会给乌克兰任何武器的，他的作为是这样，而且呢，他本人6月要到大陆去访问的，那他现在还有一个代表团还是要去，所以他亲俄亲中，所以这个总理的背景是这样，那么他被暗杀了，对不对？被暗杀了，当然现在到底健康如何，好像还没有最后的一个定论出来有人说也这个怎么讲呢？也快复原了，有人说哎呀，又有报道说他还是在危险的状态昏迷。我们现在都不太清楚，可是问题我看了这么多资料，现在讲他的政策是亲俄亲中的，所以他今天造成这个我们往这个思路去想。那么同样莱西呢，很清楚莱西在他的任内是不是他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安排之下，然后他怎么样？他去跟沙烏地阿拉伯和解了。对。这是很大的一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甚至全球政治上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一个怎么样一个作为。另外一个，莱西本人去过中国大陆，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莱西还有在现在美国最头痛、以色列最头痛的这个以巴战争中呢，莱西事实上虽然他很节制，那么不过参与的这些譬如说啦，这个胡塞组织，这个跟伊朗的关系很深吧？那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对不对？还有什么叙利亚的阿塞德真主，他的关系都很深。其实全球这个什叶派那么这个跟这个伊朗，所以伊朗事实上如果说真的有外力去制造成这一次的意外事件的话，你也可以说找到很多这种证据，会让你知道有人要怎么样，要让他怎么样，要让他这个也不是伸手就产生意外，有人要取他的性命。对，接大使的说法就是命案后面谁获得政治利益，对，这个最重要。对，好，来请教岳老师。这件事情非常奇特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非常不可理解。首先第一个，你知道这个莱辛他们这个直升机是坠入湖中死掉的这个非常奇特因为我们现在的话，你不管怎么讲的话呢，好歹是个总统里面的话呢，你居然会一开始讲说，哎呀天气不好，大雾弥漫拜托，我在大陆参观那个什么自动驾驶的时候，那个手都不用碰方向盘的，那哪有什么自动弥漫的？我都不相信，到了21世纪2024年的直升机，你刚刚讲到余豪章的事情，那都4年前的事情，不止啦，对不对？你这4年当中呢，整个导航就没有进步吗？是不是？什么打不开讯号？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蹊跷。第二个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里面的话呢，原来还是跟着有个外交部长一起掉下去的伊朗不是只有10个总统对不对？那外交部长怎么大家都没人提了呢？这个非常奇怪。然后第三个蹊跷的时候呢，就我们一般人都知道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外交部长，这么2个人同架飞机3个直升机起飞，2个平安着陆回家了，只有总统跟外交部长这个不见了，你说怪不怪？你自己说怪不怪？任何人一听，我在乍听之下都觉得说这个原谅我小人之心但是真的有问题就绝对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帅将军问得很好，谁得利莱辛现在是这样子，伊朗很惨从1979年到现在被制裁到现在，伊朗本来是个很富裕的国家我跟大家强调我在留学的时候美国最多的留学生就是伊朗人那时候巴布雷维时代的时候是台湾跟韩国加起来的总和还要乘以2就是伊朗学生没错，对不对？所以说伊朗本身来讲，原来是一个非常亲西方的国家，从1979年到现在过了多久，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所以产生这种结果。另外我讲2个消息让大家可以了解到以色列为什么这么恨伊朗，因为伊朗现在虽然美国都躲在后头以色列现在面对3方面的敌人，北边的话呢叫做真主党，
啊，那个阿拉伯叫赫斯布拉啊，然后那个他们自己的话呢，在他们国内的话呢，跟哈马斯打得死去活来。另外，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啊，从那个穿着拖鞋丢飞弹那个，最近突然冒出来穿着拖鞋丢超音速飞弹了啊，那他们以色列就很火大。以色列的情报单位摩萨德是很厉害的，他们心里就明白啊，就是这3个组织他们都是什叶派的教徒啊。坦白讲啊，沙特那边的逊尼派教徒没有像什叶派人这么带种啊。我以前小时候看到什叶派人一游行的时候，哇，光拍头都把头拍破了，吓死人了，全部都是血流来流去的啊！你带种的人的话，现在总统突然死掉了，说良心话，伊朗前阵子被以色列打到都不敢还手那这次的话呢，把你总统我们不要这样讲这是怀疑哈。那么这个总统不见了，外交部长都提都不提了，那国家真的是大乱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78。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拜登啊，现在连任上面的3大隐忧，11月就要再次来选举这个美国总统的大选了嘛。现在以巴战争、对华关税、国债，可能是他现在面临到最大的3大隐忧。而拜登呢，还是选择要跟以色列绑在一起哦。当这个国际刑事法庭也你要逮捕纳坦雅胡还有哈马斯的首领的时候，拜登是立刻跳出来说，怎么可以把以哈画上等号呢？以色列不等于哈马斯哦，正在发生的以哈战争也并非种族屠杀哦，他还是这样子替以色列在背书的。美国将会一直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共同来抵御国安威胁。可是这一番话恐怕连美国自己本身年轻人都不见得相信哦。很多人就是年轻人在毕业典礼上头遇到了拜登在那边演说，这个毕业生是直接这个表达无声抗议。我们来看看画面。I support peaceful nonviolent protest. Your voices should be heard. And I promise you I hear them. 在演说的时候，台下的毕业生是集体的把椅子转背向舞台，有的人是不出声挥舞拳头，对拜登表达无言的抗议哦。还有学生代表在致辞的时候，也当着拜登的面要求要把这个加萨立刻停火。所以很多学生是这样子来表达对于拜登处理以巴战争的这样子的不满。那拜登的回应是说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了。那但是呢，以色列现在目前在加萨战争这里以色列的前情报高层就是摩萨德的这个，等于是摩萨德的这个前副局长他是讲说现在看起来已经是落败了，以色列在加萨战争已经落败，再打也是徒劳，徒增伤亡，而且面临到经济崩溃让我们看成现在到底办成了哪件事情呢？根本是徒劳无功所以连以色列自己本身都有喊停战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出现。以色列在加萨的行动也是受到国际的抨击。现在呢，其实这7个月以来，很多国际之间的声浪是反对以色列这样子，也是指控说这样叫做种族屠杀呀。但是以色列似乎很难踩刹车那再来对华的关税，现在也引发了美国国内本身的一些这个不同的论调。现在这个美中关税战它实质是为了要这个拜登这样祭出美中关税战，其实是为了摇摆州的一个烟幕吗？有这样的一个评论。因为像拜登跟川普的竞争态势算是势均力敌在宾州密西根州还有威斯康星州这些工业州已经变成了11月大选的关键战场。这些州的蓝领工人对于贸易特别的敏感。那拜登现在正试图在展示说，他比起川普更有能力更愿意使用高关税在内的贸易工具来支持美国的制造业。但问题就在于，这是一个表象你去用高关税，但是最后付出代价的恐怕是美国企业自己要付出代价。举例来说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半导体大概是60%，那这也是美国企业生产之后呢，到中国大陆完成最终的工序之后再次进口的产品。那美国企业今后可能也要被迫调整供应链。那就有汽车行业的人士讲说，你这样追加关税恐怕会有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我们之前也在推进一些采购网络的一些相关的调整，因为美国一直这样子用关税来制裁，最后可能这个反噬到自己的产业。连马斯克都感慨他说现在呢，他看到的局势是
中国是希望特斯拉成功的，但是美国却不断在攻击它哦，因为特斯拉的反对者声音很大，除了这个对冲基金的卖空者，还有极左的激进分子之外，很少有人反对哦。当然，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了不起的总统哦，好像也是站在特斯拉的对立面。那现在看起来，特斯拉的确是有一些压力哦，它的库存不断的被拍到。我们昨天已经有给大家看到说，某一个这个停止营运的卖场哦，已经拿来这个停车场放他的新车哦，现在又被拍到有其他的，就是说，在德国的工厂这边哦，有一个前东德军用机场，那边本来是可以放5000辆车，也被停满了新出厂的特斯拉。那现在看起来，拜登也对于这个美国的国债束手无策吗？中国大陆不断的抛售美国的国债，7个月来已经卖了700多亿的美元了，已经也创下了这个第一季哦，就创下了抛售的记录了。那现在大家都转去买黄金。不仅中国大陆，中东也在买，那所以使得这个金价不断的在往上升。那多国的央行也持续大量的购入黄金，这样的一个购金热哦，也在延续当中。比方说呢，今年这个本季哦，全球官方的黄金储备量增加了290吨呢，也就是说，美元在视为美债大家在卖，然后但是黄金大家却不断在买，是不是也是看衰美国呢？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现在拜登的隐忧？拜登的隐忧就是他怕选不上，而且在这个摇摆州啊，他现在落后。大概前一阵最近的一次的这个民调哈，那么7个摇摆州，拜登输掉哈6个摇摆州，所以他就针对这些工业州，刚刚讲的像这个宾州，还有 Michigan， 还有这个 Wisconsin 哈这几个工业州哈，对他的工会下手。所以对工会要买工会的票，就是说我让外国制造进不来，你们就有工作机会了嘛。那外国制造进不来的，外国制造产品进不来的，他也不能明目张胆进啊，对不对？他就来增加关税，他给你的大陆的这个电池50%，电动车100%，然后呢，这个太阳能电池25%，甚至连那个手套啊什么哈，那个药用的这些医疗用都给你增加个20-30%。这个基本上就是政策性买票了，他是在跟美国的这些工会示好挥手。其实我觉得拜登这个做法是基本上他虽然是打的民主党招牌可是他都在扎民主党招牌。你知道为什么呢？民主党在美国是最主张什么？自由贸易的。所以美国如果要签自由贸易协定，一定是民主党的总统签的。对，共和党不主张自由贸易，共和党主张什么？公平贸易，所以两个差别是很大的。可是现在拜登第一个共和党，他民主党，结果他事实上对自由贸易事实上是直接的在打击。那这个其实他后面他是有他的整个学理基础，拜登现不管了，可见他选情有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自由这个民主党是主要强调，不但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可拜登居然在他的任内编了数百亿美元去补贴一些产业，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芯片产业，请问 Intel 需要补贴吗？ Intel 的这些经理都是数百万美元的年薪工程师都是怎么样？都是几十万美元的年薪，他是最有钱的一个行业，结果美国政府还要拿穷人的纳税钱去补贴那个芯片。你说这还叫民主党吗？所以我认为现在美国的政治整个已经乱了套了。民主党不像民主党，共和党不像共和党。所以呢，这个国家正在就在这2位一个拜登一个川普的带领下真正是把自己搞垮，而不是别人把他搞垮。对，美国也不像美国了，不像以前我们看到的美国。现在是病急乱投医，什么方法都在用，都没效。对啊，好，我们来问帅将军。这个首先我要讲以色列。以色列，全世界联合国多少国家在谴责你这种种族屠杀？拜登讲这个话，我就想到像警察局里面那个警察逮到那个杀人的或者是吸毒的，那个家长来，我儿子没错，我儿子好人，就这个味道嘛。对。所以美国的学生听不下去嘛，举拳都是很严重的抗议背对你那是根本就唾弃你所以你看，在世界上得不到各个国家的认同，在国内年轻人的正义感也给你，
所以对他的选情很糟糕。对，第三个，今天自由贸易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基础，哪有什么叫生产过剩呢？它不过剩怎么外销嘛？我的拜托了，自己都不够吃，它还能卖吗？所以这种谬论呢，这小院高墙。我讲了一句话，其实中国大陆现在也没有企图把比亚迪卖到你美国。你的店装都没几根呢、你在那里就虚张声势。你看我给他关税100%，你连店装都没有啊！你8万个店装在这个50几个州里面，我就加一个店，我可能要跑1个州吗？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虚张声势。第二个，出了那些烂招啊，我就讲的病急乱投医。为什么谁要大家去买黄金呢？就对美元越来越不放心嘛。你拼命印嘛，1分钱就可以印一张100元大钞，我这边要花3500块钱去换你1分钱的东西吗？所以这个问题啊，我是觉得就人啊都是一样。台湾很多到病危的时候，什么药都敢吃。这是美国的现况。对，2个病人，一个川普，一个拜登，都不是老百姓喜欢的候选人，但没办法。他们选举要上100亿、上1000亿的美金呢。一般人怎么敢？你接大使，再学问再好，你也没办法选了，对不对？你光台湾的选举你都不敢选，那不要讲美国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民主国家走到这一步是蛮悲哀的。怎么个民主法？就是这种候选人。不要讲民主了啦，民主已经乱投票了。好，岳老师，我是首先强调啊，这个以巴冲突到现在啊，真的来讲。以色列可能会打赢啊，但是他定的标准太高，这个标准高到什么呢？要把哈马斯完全清除掉。事实上，在逻辑上讲不通的，因为你搞成这个样子啊，所有的年轻的小孩叫巴勒斯坦，长大就是哈马斯的勇士啊，比我们那个黑熊勇士要强多了啊。他们这个是因为他们自己面对的生死选择，所以这个打不完的。所以这个穆萨德的以前主席他讲的话，主要的意思讲说，你纳兰雅胡的目标都达不到，你不可能把人杀光嘛，对不对？实际上，大家都会觉得以色列的做法太残忍。但是对华的关税啊，我最近啊，到了这个福建福州了，福州的这个高新区啊，这个科学城里面啊，去那边时间很短了，但是呢，我有机会坐到了新能源车啊，那个牌子的话呢是有一个位置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坐了这个新能源车，我跟你讲啊，不得了，非常非常不得了。首先呢、别的不讲，这个车子啊，在一定期间内买到，终身免费换电池。不得了！因为我算了一下，我们大概一辆车子开100万公里的话呢，那个油钱要花300万啊，它终身免费。换言之的话呢，你买个车子就免费。它里面4大优点啊，就是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加关税啊，这根本就不能比，根本不是对手，它根本大陆就不怕你加关税。实际上，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呢，它这个电池当中啊，它不但是有充电的，还有换电的。而且换电的我是亲身经历，到那边的坐在那边的话，那换的整个是自动驾驶，一进去3分钟出来了啊！而且全国的话呢，那个工程师跟我讲，他们在全国那边已经有3000多个换电点啊，充电点有3万多个啊，所以这个没问题。然后换一次电能够跑多久呢？800公里啊，那基本上比油车还厉害了，对不对？然后第3点的话呢，这个内部啊全部是声控的。哎呀，你要听什么歌，窗子关起来啊，那个什么，它能分得清楚前前后。哇塞，我觉得舒服的不得了啊！然后呢，都是声控，我就故意还问他嘞啊，讲的小声一点，他也知道，就是都的，而且听起来我都感觉上声音非常好听啊，对不对？那个普通话很标准嘛，感觉上我是觉得坐在那边才半小时，像谈恋爱一样，非常好。然后第4点最重要的，他的无人驾驶非常厉害啊！他的无人驾驶基本上，因为介绍我看那个人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车的车主啊，他跟我讲说，他一上车以后，准备回家订好了以后，就开始玩手机了啊，这样子的东西啊。我觉得美国人做不到，活该啊，也是刚好而已啊。你买不起，你，因为我们太了解美国有这种消费的文化，请大家要了解。我们长期来讲就知道，美国人的消费其实原来是一种他们自己一种消费文化过度浪费的产生的结果，他自己啥都不生产，通通靠进口，人家也愿意赚美元，所以说维持这个世界啊，整个地球村是维持蛮好。现在美国突然倒过来了，把我进口的东西当成武器了啊，给你加关税什么的。加关税，我翻了个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因为加关税就导致那个什么贸易之间就垮掉什么的，没有生产国垮掉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所有的贸易它依循的是供需原则，供给与需求的原则。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520赖清德就职过后，现在目前台海的最新局势。520新政局，5月20到5月26下午2点到晚间10点，锁定 TVBS 56频道。好，赖清德昨天讲完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已经现在是被各界定调为叫做新两国论，这样的一个新两国论出来，那当然现在两岸的关系能好吗？我们来看看哦，这个直接反映在今天的股市哦，一开盘的时候就开始往下坠，虽然后来可能有护盘的力量进来，不过还是一路往下挫，最深是跌到了134啊，就是重挫了134，然后后来再慢慢拉回，收盘的时候呢是下跌的63点。那特别呢，在昨天520演说的时候，本来很多观光业者、观光产业是期待说，也许赖清德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就职演说里面递出橄榄枝啊，释放两岸还有可以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善意哦。所以在昨天的上午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包含了观光类股啊、航空类股哦，很多还直接这个拉到涨停哦，所以大家原本是看好说赖清德应该可以把握这一个好机会来改善两岸现在紧绷的关系，结果就在他讲到了新两国论之后，嘣跳水，从涨停到跌停哦，这样子重挫下去哦。那可是昨天这样子重挫之后呢，据传这个4大基金是有进场护盘，可能是要给赖清德撑个面子。但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就在于这个没有信心的卖压是一直涌现，而且是来自于外资的卖压哦。外资都对于赖清德不具信心了，所以是不是就直接反映到我们现在的台股这种不稳定？盘都没有得撑啊！那我们看看这个赖清德，他说这是引中华民国宪法指这个两岸互不隶属。可是今天非常多人批评你根本就是在超译中华民国宪法呀。那现在这个他是喊话说各政党我们要反并吞、护主权，然后呢开始给你带入一个观念，它是加1减1的观念哦。怎么样说呢？我们中华民国，然后中华民国台湾。然后再减1就把中华民国拿掉了，就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跟台湾都是我们的国民的这个意思哦。那以后就说，我只要喊台湾就好了，我不用再喊中华民国了。那是不是悄悄的把这个台独、这个台湾国概念已经带在其中了呢？所以会引起那么大的这种轩然大波。大家想说，你是在讲一个两国论嘛？你没有宣布台独，但是仿佛宣布了台独一番，而且讲的是我们从这个1949年之后在台湾的事情，前面先砍掉了。那是不是就是台湾国从1949年开始这样的一个论述呢？所以呢，我们看看这是美国允许的吗？大家现在开始转头过来，你美国华府是不是有看过这个赖清德的演说？你还表达欢迎赖清德的演说？那华府重申了一中政策，有人就想说，没有啊，华府没有站在赖清德那边，还是说华府更藏了另一个概念，叫做一中一台呢？对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是那个中国。那台湾不属于中国吗？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在想说，是不是美国推着赖清德要讲出这样的一个新两国论呢？那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马前总统有提到，新两国论会令两岸陷入不可预测的风险哦。那马英九基金会也出来补充说一下，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的。你赖清德，你不要张口说，我是引用中华民国宪法，你这叫做超译。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是不是有挑衅到这个两岸的红线了？大陆的反应是如何？这个包含了香港的媒体他讲说，引述了大陆学者赖清德就职演说就是赤裸裸的台独宣言书，字里行间充斥着台独主张，暴露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那另外星岛网讲说，这个演说充斥两国论，比陈水扁、蔡英文更独，
所以他这是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哦，其实看起来，北京是不可能接受你这种讲法的。新华社也提到，玩火必自焚呐、讲到了这个赖清德的谈话。环球网的社评讲说，赖氏的台独此路不通，而且它里面语重心长讲说，赖清德你把大陆同胞当外国人的同时，你的讲话当中却把西方反华的势力看成自家人、自己爸爸、自己哥哥哦，这种卖台言论是把你台湾自我矮化成美国的一颗棋子，活脱脱一副不孝子孙的模样。那本来昨天其实是国台办出来讲话，发言人出来讲话，但是最后王毅也出来讲话。人家说这个层级是拉高啊，对台拉高层级来发言。王毅提到了一中原则是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台独分裂行径则是对台海和平最重大的破坏。所以看起来中国大陆的反应也是摆在这边。那接下来我们能够怎么样面对未来这个新两国论之后的台湾呢？是不是要被推上了险境呢？赖清德在他的这个就职演说里面还提到了，台湾是位居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是世界和平的第一关的首位啊。那现在大家想说，是不是有可能接下来中国大陆的反应会是出来了吗？会循金门模式遍及台澎，就是台澎金马这样子开始中国大陆的海巡这个巡航会出现吗？而且呢，马上有一个新消息，福建舰的海试第二次海试明天开始进行，才隔了2周又要开始第二次的海试哦。那是不是也等于是给予赖清德这样的一个警告呢？就是他们说这个5月22号上海口一个大型的船舶深水航道口哦，将要实施这个交通管制。那美国又是怎么因应？也有一个新的消息是，美军的 MQ-4C 的无人机飞抵了日本冲绳，开始暂时性的部署。暂时性还是以后会变常态性，还是为着避免任何在这1-2天这个紧张的局势升温呢？我们来首先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这个新两国论？这个在520之前呢，很多媒体啊，包含民间都寄望说赖清德可能比较一个温和的一个520演讲，所以你看股市还会涨，观光业的寄予很高的期望。等到这个赤裸裸的两国论出来以后，股市当然反应嘛哈。那这个问题是赖清德这个宣言呢，把以前的隐隐约约的两国论，就是这个蔡英文偶尔提到啊，把它从暗到明，这是第一个。蔡英文以前是借壳上市，中华民国台湾，对吧？他现在干脆3个等号一画呢，这个壳也可以丢掉了。就是我们可以用台湾大胆的明不张胆的就台湾，就这个就是一个切割嘛。对，就是说以前是借壳上市，现在壳都不要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战争风险就提高了。所以今天中国大陆还能够再延续和平统一吗？我深表怀疑了。今天最糟糕的，赖清德的对国家安全的看法，完全依赖在美国、日本、外国的一个力量。对，那别的我不敢讲，我是一个研究军事的人。美国跟日本的武力绝对没有办法来解决台湾的问题，你比乌克兰还不如，因为他没办法增援到台湾。所以你要讲把自己国家的安全依赖在美日跟外力的同盟，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日本为什么把所有的飞弹跟美国商量都在琉球跟琉球以南的所有这些小离岛？日本也有自己的打算啊，不希望池鱼之殃啊被攻击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啊，真的要人家出兵参战的，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生存跟安全来考虑。所以这个一个是力量不足以解决台湾的问题，第二个它本身的安全它要考虑。所以赖清德对国家安全的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第三个，那么为什么赖清德会这么赤裸裸的讲呢？你看一看最近3个月，美国派到中国大陆去游说的团体也好，见面也好，都是灰头土脸回来。美国是不是同意你赖清德讲比较难听一点？因为美国跟中国没有开仗的可能，所以他还维持一中原则。但是他们的不满透过你赖清德的2个中国论，两国论，戳你一下。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美债谈不拢，
美国的这个商贸活动跟中国大陆谈不拢，他是透过这个附庸的赖清德，因为你看赖清德人事组阁都是医美派的，萧美琴、吴钊燮、顾立雄、管碧玲，这是蔡英文交给他，这是我们美国的这个，所以我们以前怀疑奇怪，为什么要顾立雄来当国防部长？对军事战略一无所知，他只负责听美国的，将来美国的监管之下，你去打城镇作战，你去建立火药库，你买军火，他只扮演这个角色嘛。对我们的建军备战，他能提出一个主张吗？提不出来嘛，不是你的本行嘛。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以前一直怀疑为什么会找这么一个，所以这个问题啊，很显然看出赖清德，第一个他的班子还没有办法接替，蔡英文交给他了，他还得用，所以外面讲这个啊，郑文灿比较温和，邱泰山比较温和，是不是两岸有点好处呢？我告诉各位，海基会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完全是由国安团队来下达。你指望他们两个人的所谓性格比较温和一点，两岸是不是能够变得好一点？我跟你讲，完全不可能。对，所以旅游业为什么股票一下子急杀，又没有了，对不对？他还可以赖大陆不开放。对，你不信，我们看以后的说法。释放陈毅，我们刚刚上一段来宾就对，所以这一次啊，这个两国论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炸弹爆发，所以两岸的情势一定紧张。在520的前一天晚上，我家住在航道下面，我就听出来起飞的飞机不是民航机，那不知道有些什么动作，是伴飞还是干什么？所以两岸的紧张态势也因为他的就职典礼而陡然升高，这是可以看得见的。对，好，我们来请教建老师。其实赖清德这个昨天嘛还是昨天的演讲啊，好像过了时间过得很慢啊，度日如年。哎，对，度日。他昨天演讲只是一个起手式，对，才刚开始而已啊。哎，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啊，你要认清啊，赖清德是真台独啊，对，陈水扁跟蔡英文算假台独啊，对，蔡英文根本就是蓝色，他原来是在国民党圈子里面混的。靠国民党混到一官半职的，所以最后是变节啊，有官做就跑到民进党去了。他没有什么中心思想啊，也没有把一个意识形态当作这个宗教一样来怎么样来信奉的。赖清德不一样，赖清德因为我们在台湾出生长大，这个真台独假台独我们一眼就知道了。谈两句话我们就知道，这是真台独嘛。那真台独它基本上啊，那就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啊。大陆说，哎，两岸都是炎黄子孙，只要承认是中国人什么都可以讨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结果赖清德主导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当局他就很简单，他给你一句话，他叫他的陆委会主委、副主委，他说什么炎黄子孙，那个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你要跟他讲大家都中国人，他会说你有没有搞错啊？谁跟你是中国人啊？他基本上他的认知，中国就是敌国。为什么？中国是阻拦台湾独立的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中国就是敌国，中国大陆就是敌国。那中华民国也是敌国，可是现在已经变成次要敌人了，是怎么样？是一个利用的一个牌而已。那是过渡时期的，基本上就比气长啦，看谁撑得久啊。你看他现在是越挫越愤啊。他一天到晚，他们这些人现在说实话，有些人说，我们中国以前说中国老百姓只有怎么样，只有吃不饱饭闹饥荒的时候，我们这个老百姓才有起来造反。我告诉你，这些台独这批人他的造反不一样，他是既有钱又有官又有权，他还是要造反。对，他难道不知道他要建立他的一个台湾国，他要付出代价？他知道。你要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家财万贯的，这些人都怎么样？现在是权力在握现在是呼风唤雨，他还是要做，他没有什么妥协空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赖清德对台独，我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幻想，他上台就是这样干的，你继续说要打仗，下一个很简单，他认为美国会帮他打，然后不行的话。
就是台湾的一些这些炮灰上战场去打，他也不会上战场，因为他们怎么样，儿子孙子都已经送到美国了，财产一半也在国外，他手上好几本护照，一家人坐在一起的话7、8个国籍，干嘛？他老早预备好了。对，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要跟你玩上这么一场。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要说你对于这个赖清德在未来他会有什么缓冲的余地，他会有什么妥协的空间？除非你有力量，你没有力量，我跟你讲，他就是跟推土机一样把台独推土机一直往前开。好，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其实赖清德从韩国瑜手中接过国玺上面写的就是中华民国之玺，他自己知不知道还在那边把我们的国名改成台湾，更何况他之前可是告诉我们说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的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颜面，还要说我是引用中华民国宪法，还把中华民国宪法给超译，这样子塞进去他这样的新两国论，甚至是台独的思想呢？我们来问一下苑老师。我这个听到翟轩讲这番话，我真是有点难过，也很生气因为我觉得这个他的演讲稿内容非常奇特。我们学哲学的，只要遇到奇特的情况就要思考。我认为他的演讲内容他非常挑衅，然后他丝毫不怕打仗可能因为有外国护照，所以不怕打仗。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呢，他完全依靠美国人我觉得我必须在这边强调，我因为了解宪法的内容，所以赖清德你不会是我的总统的因为你就完全违宪的。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曾经强调过。我们不叫中国，我们叫大陆地区，这个是两岸人民交往条例上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语法是于宪法那个于理的话呢，就是说呢，感觉到是你自己会知道，就这个道理来讲，是你生存的依据。那你于情的话呢，对大陆来讲的话呢，大陆要求很卑微。今天中午我们台大哲学系的4个老师在一起商量以后怎么办的时候，大家共同的结论就是非常难过的发觉，搞了个半天，鸽派居然是大陆，鹰派居然是这里搞了半天一天到晚讲大陆威胁了，大陆这了，大陆那的话呢，人家大陆基本上只要讲4个字，炎黄子孙，你不一定要哽咽真的，你只要讲说你实际上你为什么姓赖呢？你怎么不叫莫洛鲁道呢？对不对？你自己了解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不叫做赖清德一你长得像日本人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改名字呢？实际上这个说明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罗森伯格来了好几趟大使坐我旁边每天在针对这个事分析这就是美国的洋魔。你今天看国际的情势你就会发觉说，为什么原来中国本身要给普京，一直到普京来之前3天，外交部都说无可奉告，突然来了后高调访华，为什么？我想大家一定要想连在一起，就是说台湾，我不相信赖清德他自己本身这样子就想法，我不认为说台独有这种勇气，一边家财万贯，一边打算拼个你死我活。拜托你凭什么代表我拼个你死我活？你什么东西你要了解除非你能够否认我的存在对不对？你现在要拿出良心台湾本身就是在美国的下棋子，我觉得势不可挡大势所趋谁人顾性命这个逃难的结构恐怕是我们的宿命比较难过一点就是我垂垂老矣居然要面对这种命运好，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